这个就是像现在啊，我们考古有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跟科技的这个融合。你看这个滤波技术，实际上就是跟我们华南大学生物学院的合作。它通过这个滤波以后啊，可以把上面的像这个植被啊，都全部把它就是屏蔽掉，可以把这个我们看到地形图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就看这个图，看到，就从这里看，你看这个层层这种直角，就已经就是这种，就是可以看出它跟是通过人工干预的结果。我现在大家看完这个，你看到这里，我们现在从这里到这里，这样，这个大型的城市。所以啊，现在考古包括还有测年，大家都知道了啊，测年也是通过这个碳十四。包括我们中国植物浮显，可以把那个时代的植物都给浮现出来，啊，等等，啊，所以我们现在考古啊，是一个既是文科，但是更多的和科技融合最紧密的一个学科。正是借着科技这个眼睛，我们了解了很多以前我们不了解的。这个还是刚才说的这个城，这个城。等我会跟大家具体讲，就是其中它是分了几个发展阶段的，其中早期这个城市这么大，啊，这个城市呢26万平，26万，但是当时已经是这个时期最大的一个城，这个周边啊，后来又发展更大啊，这个大家会看到，你看这是个方方硬硬的，真正的。这里面等我们发现是硬形台，是纪实遗址，所以现在高科技啊，借助它的高科技，而且大家会看到这一个地方，看看很明显是一个人工干预的啊，这个我们等我回答讲这个水系啊，所以说这种高科技的融合啊，都给我们考古啊这个研究，特别是文明开啊，应该给我们添了一个翅膀。让我们了解了很多以前我们这个，所以现在的考古是一个大家会看到，我们都是已经，特别是大家熟悉像三一堆，我们都是考古方舱，现场做一个实验室，对里面的现场进行提取的时候，都是用科技、物理、化学啊等等技术。这就刚才讲的说中间的那个层次，这个层次你看看。我们这是当时的城墙，你看这城墙的图显然就很细腻，是比如夯土，然后上面还用了这个木构件，这个就是像这个城墙，这个应该是水啊，这就是我们就是通过这个考古发掘，也就是说，在刚才讲的谭家岭城，这个城的时间比较早，5900到5000左右。然后呢，面积是26万，啊，但是这个26万在当时我们后来讲接近300万，那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那么石家河呢，我刚才讲的跨度比较长，是从5900到3800。那么在我们考古学上呢，分为几个阶段，一个叫油子岭时期，是吧？第二个是曲江岭时期。这个油子岭就从5900到5100左右，曲江岭就距今5100到4600，石家河就4600到4200，然后后石家河就是我们说的4200到3800。这个时候啊，考古学有一个比较看家本领，就是什么呢？就是地层学，就是说这个地方发掘这个剖面的时候。这个油就是岭的下面，上面再是曲江岭，再是石家河，再后石家河。第二个有一个什么叫内循学，就是我们会看到这气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举个例子啊，你看这个形状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我们就讲的川中后的川，但是时代，我们通过它发现它的，就是通过陶器能看的年代啊，特别是后石家河的时候。像这个高岭豆，这个川，就是
就是川州盘，还有个小狗墓、小狗广街墓，这个是一个组合。那么就发现这个文化就发生变化。通俗的说，就是我们不同时代用的东西不一样。那么它分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这个城，第2阶段就是这个城，然后呢，第3阶段就是这个日期的时候还是依然是这个城，但是呢，这个地方呢，这是个它当时的布局来讲，你看这个是东河，这个是西河，刚好都3前阶段，保持这个城的安全。这个呢，大家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明显的，这就是东河的水在这里面，它把东河的水引进这个城来，保证城内的用水，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水利工程。正是因为古人的这种高超的智慧，才造成它的文明不断的发展啊。我们再往下看，那么就是当时我们做这个太原工程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第一个，这个壕就是壕沟，就我们叫护城河。这个护城河有多宽呢？有100米。那么这个城墙呢，也是100米。后来我们通过这些工作，它沿着这条线往这里，通过这里，这个整个面积就达到了350万平方米。那么这个应该是我们这个中游最大的一个城。然后呢，周间我们还发现，这个它3个时期，就是日期，我们都知道，石家河的日期确实比较让人可以造型比较奇特，内涵有非常丰富，那么大家很关注。那就我们刚才讲的第3个时期，那么呢这个时期，它还在这个城市呢还在往周边的发展。像这个的东边，这个叫张家湾这个地方就是日据时代，也就是到日据时代还在往发展。然后呢，这就是我们以前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把这个石家河这个城址把它理清。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还是非常清晰的这个石家河因为是南方的城市。它的这个洪水比较多，它这个城墙有100米宽，看这个以后这个后面都有被破坏过，这样护城河同样有100米宽。这个护城河的水从哪里来呢？因为它这是个高地，这是从等高线上是个高地，这是个东河，东河在往这里走，它在这里开了一个渠，人工渠，通过人工渠把这个水进入护城河。保证了这个高度在这里面，就是北高南低嘛，这个水就进入这里面，让这里面保证常年有水。不仅于此，它这里做了一些堤坝，包括水保证护城河的这个水在里面。然后这里面呢，这个我们进行了一个解剖，这底里面我们测年有5000多年，然后下面也有崔家岭时期的陶片，所以这个渠是开于石家。它开出来就保证有护城河的用水。那么就是到了这个时期，我们还把这个地方进行了解剖，发现这个城址一直沿用到后石家河时期。然后呢，这个地方还城市在扩展，后石家河还在往周边发展，过了东南到这里面，就说明在这个玉器时代，它的城市还能在进一步的发展。那么我们在当初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有个缺口，就是这个城墙不见了。简通俗的说，那到哪里去呢？我们就沿着往这边走，你看看，这地方是一个什么？这个是一个水门，就是在南方的城市都有这个特点，就包括良渚也有，好像有几座水门。也就是说，因为它要通过润人河。通过那个，一个是把水用在城市里面，另外一个呢，这个水里面可能有些运输东西可以从这个地方进去，所以这个就是个水流。我们才知道因为这是拐角那么这是我们航拍的
石家河城的一个现在看到的状况，你看还很在面上一定可以看到很清晰的一个略等于方形的长方形的一个城。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护城河，这就是护城河，这个城墙，这个还是很清晰的嘛。那么刚才就接着做那个滤波技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在还依然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护城河，就是一个水门，这个地方还是一个高地，这么走，这个高地，依然这个沟看到就到这里，然后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这个地方就是护城河。这外面还有建筑运行台，跟我讲的，这个祭祀遗址，这个祭祀遗址很有意思，它是有很多套钢相接，这也是我们石家河比较独特的一种方式。然后你可以。尽管因为后面的工作，而且这个小船，这实际上是后来做的一个西周的城，这个城它的建筑过程对它这个城市原来的城市进行了一点干扰，但是我们依旧还保留了这个我们经过看的很清楚的还在，特别保留最好是这个东河，这是西河，刚才讲了东河在这里运过来。它这个地方挖了一个缺口，把水引进来，引到哪里来？引进到护城河，还有一个东西引进来，这个到这种出来，到城内，因为城内也要使用水，还有包括要运一些像树木啊这些物质，因为水还是成本比较低廉的。大家知道我们国家船呢在跨湖桥都有，那个时候我们古人很早就70年就已经掌握出来了，所以这个长江流域的人是在这个方面利用这个水的道路还是非常这个比较领先的。那么外面有我们叫外国城，这边也是断断续续的连起来就是这个为什么要做外国城呢？有一种防御的功能，这个就是一个护城河。这个就是我们把它通过工作以后把它连起来的这一个图，这个城。那我们再把它回顾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城墙，这是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是水，这个水可以进到城内，保证城内的用水，同时也保证什么？保证了有时有一些重型的，比如石头这些运输可以进城来，通过船。第二个呢，这是护城河。这个护城河宽度有100米，这个城墙有100米，大家想想那个城市多么的大，有气势。而且呢，我们这个水刚才讲这个东河是从这里来的它专门把它做了一条渠道挖进来，干什么？把那个水引进来，保证这护城河才有水。这个地方我们做了个解剖，这个解剖的侧脸我们现在探索侧脸。最近5000多年，然后下面有曲江岭的陶器，曲江岭就是5100年到4600，所以就是说这个时代是这个时期的。然后特别就是尽管这个城就像有些部分，特别是这个地方，它已经城墙已经不在了，几千年嘛，对吧？但是城墙的墙基还是在的。我们通过墙基勘探。它是一直是连贯的，就这么连贯，而且这里唯一有一个地方保留了一个，我们叫台上遗址，就是城墙还立在地面，但是这个城墙非常清晰。那么这个外围的也是人工夯筑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外郭城这里面非常有外郭城，其实有些很重要的遗迹。第一个就是这个叫应信台，上面是个台子。这台是人工做的，有点像那个什么呢？有点怎么说？就有点像那个做就是一层层的夯做一个方形的台，这上面干什么呢？做祭祀。等我们会给大家讲的然后呢，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遗址，也是人工做的台子。这上面是什么呢？这个玉器，我们非常有名的中华第一凤
就出自于这个地方啊。这个外围这一些，这个地方我们还在进行着勘探。除了这条河进入这个来以外，这里还有一条河，当然这条河的流量不大，它也进入这个城内。这个地方我们发现还有一条河，我们进入勘探，然后这个地方就做了很多人工，叫楼台市。这个扁担山这个地方为什么叫扁担山呢？其实外郭层长长的，像个扁担一样啊，其实很有意思啊。这些地名我们也给我们呢，它很形象，也给我们考古人的寻找提供了一些线索。大家知道的，像良渚也有一个山叫扁担山，也是一个长长的这样外郭层啊，就是我们就是通过考古的勘探和发掘。把这些城址，因为现在这里面还村庄，把它揭出来。那么我们看这个图就显得豁然开朗。啊，古人的规划的智慧啊，这下面是平原，海拔比较低，但是正好有座山，这就大红山的前面，他把城市建在上面是什么呢？保证什么？保证它不被水淹，它的安全。它的两条河之间，这个河的这一些地方可以生活，包括种植水稻。同时呢，它要用水怎么办？它要把东河的河水通过渠道开凿引进来，是吧？这是规划，这就是5000年的人就有规划思想。这个东河是很大的一条河啊，现在依然上面还有个吴家湾水库啊，这个这是西河。哎，这个，所以就看看这些古人的一种规划的。是这个视频是厂家的人发的，就是那个这一颗蒸汽泥，你直接问他，这一颗有这个都是人工夯的，扁担山都正常。蒸汽泥，这是护城河，它是建了一个山势啊，这是完全人工筑的。啊，他今天周末放假了。啊，这个就是讲的这个东边的情况。那视频是这个地方当时我们先这个地方怎么就没有了？后来我们再往走，这么走是连起来的，下面是基根是连起来的啊。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型水库，就是说他要出河的那一会儿，视频是厂家人一个是缓解，是厂家人给的，把一个蓄水，还有一个还骗人他那个船的出去的时候有一个相对平稳的地带，所以这些你看看这个护城河都是100米啊，这么宽，然后呢这地方河进来，这个地方就刚才这是一个后口，就是刚才讲的那个东河的水进来啊，这个地方是一个儒家柏林，这个地方很重要，等我也会讲到的。我们进行这个地方把那个西部进行勘探，这个找到一个水库啊，勘探是我们考古学常用的一个办法，就是大家讲的说这是洛阳铲，你别那个小洛阳铲，它的威力很大，它拖它的那个打勘铲，知道上面是水还是泥，假如是河，它打的水就是淤泥，这边是黄，别看是这样的，打的就是黄土，它是城墙啊。所以这个你看看，我们通过这个红的就表示是城墙，蓝色的表示是水。我们往前走才发现，这是个水门啊。这个踩在这里，看一个转角是直角。这个我们在考古学上，只要看那个线是直线，大家都非常兴奋。为什么呢？要就是城墙，要就是墓葬，对吧？所以这也是考古学最传统的办法，但是非常有效啊。好，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工作，就把它的一个体系化的做出来了。这里面可以看得更大一些，就是东河这个蓝色的一直这样，一直这样的。然后首先解决什么问题？解决水进来。这个红的是什么意思？是我们当时做了一个解剖，通过解剖知道这个沟是这样的做过来的。然后呢，通过解剖，最底层是有屈家岭的陶器，
就说明这个是崔家岭时期开始做的这个水渠，有5000年，然后通过我们的测年，也达到了5000多年，看到没有？啊，5200多年啊，在周边，就是这一个，我们是跟什么？跟那个北京大学进行那个碳14的测年，就是我们光我们传统的陶器这些类型学这些观点以外，我们现在还结合进入科技进一步实证什么呢？我们进行测量，你看我们起了很多点啊，这个数字就出来了。像通过这个有5000多年的、4000多年，一直到啊这个各个时期啊，这个就是进一步实证啊，这个地方啊它是5000多年，就是我们就现在这是，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通过这个非常清晰。就是通过我们工作，你看这是一个城墙，这个保持的很好，定了整个瑞景。这个地方其实呢也还保持不错，为什么上面现在是村庄？现代人不知道啊。现在我们通过然后往上走，这个地方一直到这里，这一直这里啊，这里也有个村庄，然后这样过来啊，这个城就非常清晰。它有个特点是，它这个护城河是连通的，城墙也是连通的，有2个水门。这个城墙的宽度是100米，护城河最窄的也有80，这是100米多。它是一个，正是因为啊长江流域它那个有水，就是特别是雨水大，它地势高，它淹不着。但是呢，你窄的如果只40米宽，它这个洪水冲出来有可能就把它冲刷，就是把城墙就是我们讲冲垮了，对不对？但是100米也冲不垮。就是古人很有智慧，然后呢，那么这个地方这个北高南低，假如干旱的时候，怎么保证河里有水呢？我们经过解剖，这个地方有个南水坝，这个地方也有南水坝，也就是说，它通过一级一级的南水坝，保证这个护城河常年有水。一个是平时用，还有一个什么，可以防止野兽，是吧？还有防卫的功能，啊，所以这地方还做了一个小型水库，这地方还有一个小型水库。那怎么要用水？长江流域一方面，长江流域特点是这样，一方面它水量很大，有时候容易淹，是吧？但是长江流域还有一个特点，它有时候容易干旱。7、8月份的时候，我们那年做工作是2022年，就是很干旱，就只有这2个地方有水，其他都干了，整个护城河都干旱了。我们就在护城河里面走。所以它既要防洪，也要抗旱。那么古人包括我找的水域啊，就这个照这个来的啊，就是说古人就是规划的意思，5000年啊，就这么高深的规划，它保证了什么？石家河城址这个地方在文明的进程中能够规模大，这个沿线使用时间长，然后内涵丰富。这个过程中呢，大家说的我们讲考古学啊，我们说你说5000年就5000年，对吧？你说5000年就5000年。那么这个期间我们怎么样呢？我们除了我们自己通过陶器的年代来判断以外，我们大量的运用这个科技的手段，这也是跟北大的碳14吴晓红教授做的。这里我们起了多少数据呢？我们起了非常多的数据。你比如刚刚讲了5000年，看到没有？啊，距今5000多年，对吧？这里最早的这个还4000多年，等等啊。这个就是我们这里面啊，通过我们起不同的，就是我们这个胎起压应该达到100多区，啊，就是为什么呢？你数一个有偶然性，对不对？你要起一片，那么这就保证你数据一个准确性，对吧？啊，这个地方，这是其中有一块，我记录跟大家这个舞台式就是一个外层过程的一个夯头的人工夯头，然后有一条河，现在已经了，现在进入水道，那么我们考古人把它勘探出来呀，这里面。我们在这个地方起炭孔，刚才打的炭孔，这就是蓝色的，这个就是黄，就它是陆地的，
然后呢，在一个探索一个别的地方，这是90个人是吧？这个地方是多少呢？4000年，是吧？就是各个不同时期的这个，你看，在这里边我可以看到啊，就我们考古学的这样打看看，是吧？那你看看这个黄色的，就是表示什么？它是一个城墙啊。尽管现在啊，这里面有这个企业怎么样？4500左右，是吧？啊，这个地方刚才也讲了这个水门啊，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很能说明问题。我们的考古学，你看这个地方也许现在都变成农田，也许变成村庄，但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勘探，这个地方红点是什么？就是它是，就是我们就刚才打的土原是黄色的，这是以前做过城墙的。那么这个护城河，你看我们绿色的，就是什么呢？它尽管现在看起来可能是平的，但是它在那个年代它是一个护城河，所以它呢，我们通过勘探能解决这些问题啊。然后呢，年代呢，我们看到刚才讲的早的有5000多年，5900，对吧？那么我们也有，比如说比较晚的，比如说有的是4000年，就是我们讲的3800，其实有的地方还有一些差距，有的可能到了3700左右，啊，就是这种大量的测年，那100多个测年啊，确认了这个时代啊，这个就是两个结合啊。那么刚才讲的这个地方，这个护城河它是北高南低怎么办呢？怎么保证有水在里面呢？它做了一个大的人工拦水坝，就说这个水坝的是什么？假如空流的话，这个坝给拦住，上面水线，保证这个护城河有水，这个地方我们就经过这个水干了嘛，我们把它这个勘探发掘出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然后呢，这个地方就是异形台，你看它是方方正的台子，我们等一会儿啊来讲这个。那我们这个航拍的，刚才这个看的是现在你看到的，这一年这个看下面是水，但是有一干旱的，这是护城河，这是城墙，城墙这么宽敞，很清晰啊。然后呢，这个地方方方正正的台子，人工做个台子干什么呢？就是搞祭祀的。这个祭祀很奇怪，你们看到吗？这么长的一个套缸接一个套缸，很有意思啊。这个套缸啊，它先做的时候是有底的，但是祭祀的时候就把那个底给敲掉。这个套缸上还有不同的符号，你看，这个有32个缸，有9米的长，也有小的啊。这个是在这是一个台地，这地方也是个台地。这个刚出来的时候，这个讨论最多的，说为什么搞这个套缸的连起来？那大家现在比较一致的认为是搞祭祀的。为什么搞祭祀呢？比如说我们32个部落啊，我们来，你带一个，我带一个，一个结起来，就他们就表达就说，我们干什么？我们联合在一起。这个套缸上很有意思，有很多刻画符号有不一样，也有学者认为这个不同的符号就代表不同的部落啊。这个现在有个非常著名的这个讲中华文化的这个片子，上海电视台做的叫《何以中国》，我相信很多人看过。是严明先生总顾问的，其中他就忽然的这个环境，就是每个人拿一个缸，一个的接起来。那假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大胆的猜测，说有32个部落，它是个大字，32个部落的人在这个地方来搞祭祀，就把这个缸啊放在这里，你看看，这是通过这是当时套杆上的一些情况，这也是在这个考察，都是祭祀啊。这个套杆上这些符号，是吧？这个符号是这样的，这个符号是这样的，这个符号是这样的，这是有人是
这是月亮，有的是太阳，是吧？这符号很复杂啊，当然现在我们还需要我们去解读它，是吧？那这有的认为是像旗帜一样，是吧？就是这不同的，他们认为有的不同的部落，你的符号就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祭祀的这个地方啊，然后呢，我们再讲这个我们这个期间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呢，我们把它做一下复原啊。这个房子分3层啊，中间这个都是纯净的黄土，中间的是这个就是那褐色土，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用那个土砖，叫土坯砖。以前的农村用这个砖，就是没有烧管，就是个泥巴做的砖，其实这里是有土砖的啊。外面一层呢，再用红烧土，这3层这个有多宽呢？有1.2米，那些很厚的墙，是吧？这个房子是连起来的，你看有1间、2间、3间，一共是4间。所以这个房子当时应该是工业式的建筑，要分3间嘛，是吧？多间结构。那么呢，我们把它大胆的复原一下啊。刚才这房子还只是这个地方，那这里面还有房子，这里面也有房子，应该是这样。那么这是一个大型的乱路，这个乱路如果推车应该接近2刚才为什么这么推测呢？你看，南方做房子结构会这样做，它只会什么？它这样，只有是在这做一个边房，啊，我们说东厢房吧，它才可能这样，对吧？否则的话，它应该是把这个朝，这是北边，它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它是这样做东厢房才可以这样，否则的话，它的房子应该什么？它窗户，我们就现在人也喜欢门朝南，因为南方对阳光比较充裕啊。这个，而且这个房子多少呢？就刚才讲的有三层，还有土坯砖啊，多间啊。这个石家河时期挺有意思。这个石家河啊，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简单的，主要是讲它的城池、护城河、水利设施，对吧？还有义兴台，那个义兴台规模也很大。那么现在石家河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石家河的文化的艺术特别发达，它的很多方面都在体现。比如说这就是个罐子上面，这现在已经看不清了，就是个照相角的问题。这个是完整是从上面扶着过来的，看到没有？这个人呢，就是举的一个钺，就是我们说钺，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像是武器，但是更多是权力的象征。然后呢，这个人上面有一个冠，戴着一个冠，就是一个帽子，就是起来地位之高，体现权力。然后这个衣服呢，当时的这个美术作品画的还是蛮有意思啊。就是现在很多小朋友一看这个机器人，但是确实有点像，但是它是4500年前石家人河人画的。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这个图要放的，就是说，有明显就是说，这个就是尊称首领或者是国王啊，就是最高统治者放在这上面，你看看，这就是一个，而且这个它有体现的美术特色，所以有创意啊。这个你看古代人他也很有创意啊，这是一个。啊，那古代那个时候呢，他怎么样？石家河呢，它始终有个问题，就是大家觉得这个石家河的这个墓葬的规格来讲不那么大呀，但是你看这里其实也不小啊，你看看这里有多少人？这器物堆起来有多少呢？有100多件。其中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地方画的穿插不对啊，应该是这个是啥呢？这是个月，就是这样。尽管它没有玉，但是这个月还是磨得很好啊。刚才记不记得这个图片？那个人拿了个月，是个船一样。这个人至少是一个当地的首领啊。你看，这个堆的这个器物，有这么多器物啊，这体现了一个等级的差异啊。然后当时讲的有很多刻画符号，
就刚才记不记得那个套缸上有什么刻画图案？你看，一般认为这就是月亮吧，这是太阳，这认为有的是个旗子。这里它是个形象性的啊，你看啊，像是不是拿着一个杯子里倒的酒往这里倒，是不是？这个杯子里面是有什么呢？我们经过检测啊，那个杯子是有酒残留的。这个实际上和那红桃杯100万计，它是干什么的？现在我们一般倾向认为它还是拿来喝酒的啊。像这个本子现在是红桃杯，对不对？这个是一张日币，是吧？这像一个素描吧，对吧？所以这个时候的人，像是有的人这是牛角吹的冲锋号，是吧？所以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非常老的讨论问题。我们什么时候认为文字？现在两举他们已经公布了，他认为是原始文字。其实我们这个实际上也有很多刻画符号。那么就是说，文字还是刻画符号，就是它是逐渐发展的一个过程啊。然后呢，这个一心台啊，这就是护城河，这个护城河有一个台地，这个台地呢上面有特别多的台地上的，这比如说，这是我们双福系是这它的这个还有那个套的啊，有个套缸在里面啊，这里面还有一些这它的那个计时坑的位置，这个套缸一个两个上套起来啊，还有这样的，就是它这个双福器啊，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墓葬，这是2002年发现。它这个就是那个木缸的木是保存了1米，接近1米，这个就只剩一个底了。但是我们发现一个特点没有，它这个器物也是这样，密密麻麻的。但是上面它一共只剩下残留底了。这个目前有40多些器物，我们觉得它应该是，假如像上次那样高的应该100米。然后呢，这里有红桃杯，这个罐啊，这就是一个，我们认为。也应该是实际上这是它的头骨啊，这个地方是什么？也是一个石头国的一个府，就是我们讲的月影，这个应该是当时等级很高的一种墓葬啊，而且是当时一些细木啊，跟那红桃杯的，这个台地上还有就是一个红桃杯，这红桃杯它一看就密密麻麻，我们黑色是100万斤，有的是200万斤。那么这么多红桃杯，这红桃杯现在我们倾向通过那个检测啊，就觉得还是喝酒。大家知道那个仰韶文化以前一个小鬼精灵瓶，我们读书的时候，先生们就跟我们讲，这干啥是打水的，喝的。实际上呢，经过我们后来的考古呢，这个残留物分析啊，这是一个技术手段，就发现它是酿酒。那我们这个干什么？是喝酒，这个应该是问题不大的，200万件，你想想，多么多的这个数量。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在这个地方正好那个刚好我们的地方做了一个解剖，解剖了发现一个什么的新生陶这里面，这是我们记得啊，这个很清楚，是吧？然后呢，这就是第3个阶段。就是后史家和时期，然后我们经过科学发现什么呢？第5期就是什么呢？你看啊，这个地方是多水的，这个季节我们知道它多水的，水比较发达，这是通过地质学一起做的啊。第4个时期就是我们说曲江岭时代就有一段是少水，那么这个地方是多水环境是这样的，这个就无水了。这个就是现代的一个观点，这无水，这个后面讲刚河，这个解剖很重要。第一个我刚才讲了，我们了解当时的水的变化，这个就是后面要讲的重点，就是日气这个时代。有人一直老讲说这个到了日气时代就衰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你看它还有这么长的堆积，说明它生活的时间很长，而且这个地方是水比较丰富的时期。那么崔家岭和石家河时期也有多水和少水，后面就不一样，就无水了。就是恰恰的这个
补水时期，就3700年以后，这个史家河就衰弱了。我认为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它就迁走啊。那么第3期就是多水的季节，我们通过这个跟科学地质学、环境学来合作，我们把史家河的变迁、它的气候也搞清楚了，对吧？这个对我们理解史家河非常重要啊。我们还给大家放一段，就是这是4000年，就是最近4000年，比较晚一点的啊，这也是早在4.9，这4.8啊，就通过这些数据，就是刚才我们从考古学的传统考古学结论跟这个测年是一致的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讲第3阶段，我刚才说到这个玉器，把这个出现的是玉器。我刚才已经讲了，通过这个地方来讲，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就是我们说的后史家河时期，就是玉器的时代，它是多水的，而且它的这么长时间，而且这个时候它不但这样，它还往外面的发展到这边来，说明它比较稳定，气候也比较好啊。那么这个第3个时期，就是跟中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流时期。史家河这个本身的发展呢，被这个中原的体系得了很大的改变，其中就有一些器物，比如说一种糕饼呀，这种豆，还有这个小口物，都是中原的。包括这个龟一般是来自山东的，这个时候就突然一下这个受到各方面影响，这是我们进行对比。那么曾经有一个故事，也就是4000年，我刚才不给他测年4000年给大家，有个故事叫禹真三苗，大禹当时征伐三苗，我们一般认为史家河遗址是三苗的都城，南方的啊。那么这些北方的器物突然大量的地方出现，包括后面的玉器，是不是有这个历史背景？刚才讲的就是这3样东西为代表，糕饼豆，这个小口广尖物，包括这个传承盘，这个3个东西组合是从中原地方来。那么这样的跟历史文献讲的禹真三苗，大禹征伐三苗，是不是非常契合？这个我的同学非常有名的韩烈，是我同班同学，他有一篇文章，他就一直认为是禹真三苗，我觉得也是受他启发，我认为我是认同的。但是禹真三苗战争打回来了，对当地进行了破坏，那怎么又会这么发达呢？这是唯一我跟他两人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他认为是战争，我认为也是战争，但是解决的方式不一样。后面我会讲到这个问题。这个玉器就开始出现了就刚才讲的这个玉器，4000年到3700年。这个玉器出自哪里呢？你们想象不到，它是一个瓮罐，这个罐子比较大，然后呢，这里面有的藏的有人把人放2个罐子里，但是这个玉器就在这里面，所以这一看就有特点。这个玉器怎么样？玉器特别小，是不是？你看这个玉器，这个我就给大家看一个罐子这么大，这个里面的对比，这里面就是一些出土的一些玉器。这个玉器我再给大家看这个玉器就特别的精美。这个玉器，这个是秀玉，要懂的也是这个就是什么呢？秀玉它的硬度比较低一点，可能就是3个。这个呢是这个嘴巴是什么？嘴巴就是我头上是5个6个，这个硬度就硬一点。它实际上就是把它先做好了以后，把这个硬的强行的插进去，再怎么就拔不出来，是吧？这个技术是比较聪明的。这个造型可以看到，这个像一个鸟的这是一个罐，还有
这就是龙啊。这个很可惜呢，我今天我这个 PPT 没有把它做出来。大家看到它就想起什么？想到红山的这个玉，是不是一样的？再等会大家下去看我们下面一个展览非常好啊，中华文化团投屏展，还有一个林家滩的，就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说的 C 型龙，就是我们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就是说，红山的有这个龙，林家滩的、良渚的也有这个龙，石家河的也有这个龙。那中华文明多元体，那还是有道理的啊。这个这是他当时出得的啊。你看，这就是凤，这个凤，它是非常娴熟的。在我们这个技术讲叫雕塑，更科学的说法叫剪地扬纹。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它凸出来，不是画，不是洗，是把周边把它降低，把它凸出来，雕塑进去，对吧？你看很多人日线是画，上面画线条，它不是，叫剪地扬纹，技艺很简单，设计也优美。当年刚出头的时候，这个张仁鹏先生当时发掘的，50年代，当时有一段时间简报把它写成什么？写成西周的，因为觉得这个是不可能这么好的日系，对吧？这工艺水平啊，设计理念啊，就是新石器时代你做不到，所以当然现在也看有的新石器和夏过渡时期啊，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出有个小孔。这个小孔它不是挖个水能挖个孔，它挖了个水要把绿松石镶进去，这是为了美，这是镶嵌工艺啊，这是4000多年就掌握了。你看这个更清楚，是吧？那就是把旁边的降下去，把这个器物，这是2个，有的说是2个鹰，有的是2个鸟，不管怎么样，它其实还是有共同的地方，是吧？这下面有的是人丘，有的是个老虎，啊，但是这个卦好像有点。跟良渚的介子冠其实很接近的，这一个也是个凤，凤多，有的人开玩笑说这个凤啊，这个可以数一下，1、2、3、4、5、6、7、8、9，是吧？它也是，就是就是这个造型啊，特别的丰富复杂，啊，这是老虎，这大家一看就知道啊，这老虎看各种鲜老虎，这个。就是有故事的地方，你看，这是差不多的啊，这也是个对联，我们家对的这个冠，那是帽子，啊，这个也依然一样，这样，这几个人都有共同点，你看这个嘴巴有獠牙，这也是，眼睛比较突出，啊，鹰嘴皮，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实际上石家河的人有2个类型，一个就是神人，这就是神人。就是想象一个神，所以它的威力无边，它有老虎的牙齿，是吧？它有鸟，它就相当于可以，就相当于有点就像怪一样那样，跟上天有沟通啊。所以这一类就是神，这个神大家一看他就想起什么？想起三阴堆，对吧？所以这个其实高庙都有，就是说在我们湖南那是陶器上也有这个，然后加。三阴堆，所以三阴堆有一部分其实就是这个青铜器把它做得更夸张点，把个眼睛你这个凸出来它还不够，它搞成一个柱子一样，所以就是什么古代叫千眼呢，他古人为了表达他看得更远的就把它做凸出去，还有顺风耳的耳朵比较大，这三阴堆耳朵更大，对吧？那就什么我们叫顺风耳，也就是说他看得更远，听得更远，还有鸟，对不对？跟上天有沟通。这个是法力无边，对吧？所以他是对三阴堆是有影响的啊，包括这些人啊，这个都是一些名人，包括这个很典型。你说这个帽子呢还是很清楚的啊，但是这里面眼睛还是比较突出的。他为什么做成这样？有的人就是说可以理解说，他这是2面性，看到过去也可以看到未来，神嘛，你可以看到。阳和阴的一面，啊，就这个意思。所以它只能讲是一个神话的，它就是我们中国人崇拜神嘛，对吧？这个就是日币，这个大家就很熟悉了。石家河有很多日币，这个日币想起谁？良渚，对吧？良渚日币对石家河的影响都体现得很清楚。
这个我们就看到这个，你像我们给它一些对比，你看三一堆的这个眼睛把它搞得头嘛做的更厉害一点是吧？耳朵搞得更张扬一点是吧？它也是你看这个你看到了这个地方看到是不是特别？这只是呀，看是不是更突出一点，对不对？你看，但大一点是它的眼睛突出，这个地方耳朵，就是他耳朵听着啊，你看这个对比。一个模子吧。当然，三星堆传过来了。三星堆除此以外，三星堆还加了个什么？加了个面具。其实我们现在广东可能还有罗戏，对不对？其实是一样，他古人的面，他有面具。当然，他的面具说明了什么？他金面具，是不是？它更珍贵而已，是吧？所以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些人都是什么？都是神，就是我们敬神的。是不是当年人看见外星人就长这样？其次，你看我们这是我们黄楚书的面具，你看他是不是觉得跟三星堆更接近了？他比石家河要晚，但比三星堆早一些，那个眼睛看。但是你要注意看到没有？它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有两个我们有个叫的对鸟，像两个鸟回头一望一样，是吧？在这地方你看我们石家河是这样，是不是也是这样？其实是文化的传承，就他早一些，他再晚一点，然后三星堆更晚，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日期是特别有意思的。其实这个日期跟他们就不一样，中间没有完全没有一个人脸的，但是这个东西依然在，看到没有？是吧？这是什么呢？这是楚国人的，楚国就是又晚一些。这个楚国墓上的出土，就是那种精神的传承，它就是这样，就是艺术感，它依然，但是它有个变化。你看这个中间是没有人的啊，但是也可以理解为一个人，但是它这种基本的风格非常清晰是一样的，是吧？这个我们叫幻，是吧？这种到了三星堆就更突出了，对吧？好，我刚才讲了这个神的一面，还有什么普通的那一面？普通一面，你看三星堆这些人，这是戴着面具，是吧？你看那个眼睛，刚刚的石家河人，就这个人就跟现代人差不多，是吧？我们石家河也有这个人，就跟现代人差不多，是吧？他就是正常的，你看，嘴巴也是嘴巴，鼻子是鼻子，帽子、耳朵，这个人也是这样，也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地方有它不同的地方，就是说，这是什么？这个人还是显得很威严，是吧？这个也是，就是说，这些人就是什么呢？这也是他祭祀的对象。那么这个人可能是一个王者，可能是个英雄人物，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石家河也是两个体系，有一部分敬神的，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英雄人物，是吧？那么三星堆也依然一样，还有一部分神，有一部分跟我们谈正常接近的，对吧？所以就是我们中国的中华文明有个词，就是我们中华文明有个共性的特点，从古到今都是叫敬天敬祖，就是对天地的敬重，对祖先。祖先里面就比如说英雄人物啊、国王啊这样的，他做伟大贡献人，这两个体和我们特别。那么那个为了这个罗家堡岭，刚才我跟大家讲的那个位置，给他们这个日币有5件，可惜这照片我没收齐啊。是了解一下，你看这个人有10件，这些人基本上都跟现代人差不多，是吧？那么最后还有凤凰也出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我个人认为，它应该是它在那个城外那个边上，它的东边是祭什么？祭天地的地方，祭天的地方，对吧？西边的那个方形的，就是说它应该有不同的祭祀功能。那我们现在有天坛、地坛的，对吧？北京都有这种传统，也对后面有影响。那我们大致把石家河的这些日期啊，我们理一理。你看这个是龙，是吧？凤，是吧？各种的，然后人像这样，是吧？这些都很，这其中一个就觉得就跟我们正常人比较接近了，对吧？然后日币就是老虎，
这边是蚕。这个蚕，中国比较重视这个东西，因为蚕它因为能脱壳，这中国人就把理解成为什么？它是来生，也就是人就能是吧？所以这个蚕的青铜用的都非常多啊。这是黄，这是装饰的，大家知道啊。这个丙形器就是这样。这个丙形器是干什么的？其实丙形器呢，我们已经从后面就搞清楚了，它有时要就是拿一个壶或者个杯子吧，要既然走线，他就把这个玉器放在上面，把玉器倒到这个玉器上，因为觉得玉能通神，它既是天地啊，所以这个它为什么搞这么复杂啊？这是月，刚才已经讲过了，是吧？对，就是拿到那个就是持那个月有个船一样的，这是鹰啊鹰的形象，然后有这个牙杖，这牙杖我们会讲的，这牙杖稍微晚一点的，实际上还是个晚的，就用这个牙杖。这个地方我也跟大家讲一讲，实际上和这个玉倒是哪里来的，知道吧？那良渚的玉基本上都认为是本地啊，附近人也有交流，但是实际上和为什么这么小的玉特别小？我们觉得玉料来源有关系。你看这个玉，一看它是跟那个我们现在叫西部玉，新疆也好，甘肃也好，这一带是产的，那么这些玉是来自于这些地方，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我们湖北的地方本地目前周边没看到这种玉子，啊，这是这个玉是一个倒不是跟这类的玉一样，但这个玉是本地可以产的，它的硬度比较低一些，这个有少量这样，大部分还是从西部来的，我们叫西部玉吧。石家河的玉器还有一个特点，它的铜器是有传播的。你看我们看到的，这是石卯，大家很熟悉。我们这个讲堂还讲过今年的第4集也讲石卯。突然北方闪现个大石头子，因为出了很多玉器，但是其中有这2个玉器是确切找到来自于石家河，看是不是老虎的形象，这个当时玉鹰的形象，是吧？然后呢，这个是山西的陶氏，这个好像我们讲的已经讲过了，对吧？高阳康先生讲，你看这就是石家河的玉，是吧？一样的，都是传过去的。这个地方是山东的，像西之风的玉器，临淄西之风。你看它有个特点，这个造型是跟我们石家河是一样的，而且中间的这种镶嵌的玉属石，刚才那件也是。这个是有争议的，争议的是什么呢？就是山东总是说这是山东产，原产的是原产地，是我们产的，我们传过来的。这个科技还可以再讨论，但是不管怎么样，就说明是有交流的，而且这个风格就是一样的，对不对？这是没什么疑义的，就说明什么？画个图就从中产，我们湖北。这个到了老虎，这个到了山西，这个看不出来，老虎跟鹰。就说这个那个时代就进行了广泛的传播，是吧？就是文化的交流嘛。这个地方很重要。我经常跟山东同志讲，我说你这个为什么不是你来产的呢？因为我们这里看到没有，我们有产的那个料和这些钻孔的这些工具，还有材料，那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确定是本地生产的呀，对吧？当然这个互相借鉴，但是我们陶器它的这个龟呀，大家很熟悉那个陶龟，就是那个它是来自山东的，这是没问题。包括刚才讲的也有一些陶器来自于中原的，这个没问题。在这个时代，我们的交流的网已经很发达了。我那个时候旅游的兴趣也很广泛，但是我们现在。有些人提出来一个观点说，高层的交流，就是我老百姓去交流是很难，但这个高层他可以经常到你那里学习一下，这个风格我还是认同的，所以文化的传播是通过他们来完成的，是吧？贵族交流，这个就是我们石家河玉器的特点，就是说它是图案复杂、透雕、钻孔、软雕、透雕。简地阳文，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把这个玉器往
把这个线条留下，把周边降下去，叫简易啊，然后是吧？这个在哪里？在石家河本身，我们先说一下。刚才是以石家河为中代表，石家河为中心的，在这个地方，它影响哪些地方呢？影响到了湖北本地，像再往北边的六合，在那个肖家乌鸡，然后到湖南的申家港，现在七星灯，这好多路线，本来就刚才我讲的有些路线，我就本身放在一起讲。就是一体的，就这个范围这么大，然后刚才又有影响区，是吧？这个我刚才其实讲过，它不光这些，还影响后面。你看这个，这就是典型的石家河，它这个冠啊，这是个冠，看，这是两个。实际上这个就是这是它一个装饰，我们有的叫对应，是吧？看这种风格，你看这是楚国人的。这为什么是楚国人？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说，一个是风格是楚国人继承了他，然后看基本上一看，你这甚至很多人不注意都觉得他就是石家河人。但是你看这两个人又有所变化，这个就是看着他的差异。你看，他线条是直接画的，因为这是已经有精神工具，画起来很简单，是吧？这是楚国画的啊，工艺它是一种技术，设计工艺的。当然，石家河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就是什么？就大量的桃树。你看，这是一个鱼啊，这是个舞蹈，是吧？这是传带的，就是它这个有线条感，是吧？这个就是个舞蹈嘛，非常的。这个是个雕塑，这个技术原来我不太在意它，我认为这个是有小朋友都可以捏得出来。就是好玩嘛。后来我们通过做了很多人的工作，请了一些艺术家，包括我们把公安部的这个搞那个刑侦手纹的都找出来。他们后来共同特别说，这个技术啊，确实不是那么简单。不信你回家去捏一下，这是要达到工艺级水平。我们现在高级工程师这种水平才能做得出来，它是有非常高的技术含量在里面。所以就是说，不是那么简单啊。你看。这个量很大，这个多少呢？有时一个灰尘，这个得几千件，你知道吧？这个就是干什么的？技术的。很多人认为我是比较赞同啊。好，最有名的就是这个，是吧？当时一出来是很多人都是西方学，你看这不就是思想者吗？4000多人。你要细细看看啊，这个图还跟大家解读一下。这一些第一个告诉我的人说，这个人没脑袋呀。是看他没脑袋，是吧？文献记载这个刑天呢，有个查的刑天，刑罚的法天，刑天是没脑袋，他们这个叫刑天。后来我们就认真请这个专家呀，就专门来把它进行到底有没有脑袋。后来发现不光有脑袋，还有帽子呢，想想记不记得？跟那个玉形帽子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是吧？这个人是干什么呢？他这是一个思考的形象。有一个雕塑家是我们这个湖北美术馆的馆长，他跟我讲，他说这个东西很重要。我说为什么呢？他说这个设计，他说这个东西，你思考着，你细看他一说，我才明白。哎，你看它的线条，它是不对称的，你看是不对称的，有肌肉之美。这一般都是西方才搞的，我们一直到很晚才出现。你看，一看确实是不是有一种肌肉感很强烈，是吧？再加上那个造型，就是他呢从艺术的角度讲，这个达到很高的水平，在雕塑上，所以包括这个地方，这就是最精彩的一个我们叫思想者。我们因为像西方有个思想者，我们没办法，我们就要叫东方思想者啊。这是拿得起。我请了几个国外的学者，他们一看说，那就那是呢，那就4000多年前的思想者，没问题。哎，我觉得挺好，我们叫东方思想者啊。当然呢，我们是用陶瓷做的啊，所以这个，但是这个情很好，是吧？就是给了很多。就是你看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什么？这个小朋友，当然也不有种不是小朋友，看他们的游泳啊，是吧？躺着。这个游泳的，这游泳的状况，这主要是他有思想内涵在里面，他
的深思，他的思考，我们向何处去？他看到我们过了40年，我们来到了宝安啊，这个我们现在中国的科技的发展，啊，这个地方就多了，这种器物太多了。这是2个小狗是吧？有的狗上面趴了一只鸡、大象啊等等等等，非常多。这种器物是几千件，知道吧？所以我就讲，原来我总觉得是小物偶是可以捏出来，后来自从他们那个时候，我就要抵消了，这是个美术品啊。结果我们觉得美术品啊，教授系可以跟我们合作啊。今年深圳大学的有跟我们合作，我们一起合作啊，开创，这是文创。那这很多东西，你知道吧？你看这个是，特别是惟妙惟肖，它是有技术含量的，就是我们美学含量啊。你看这个东西呢是个鹰，这个照片拍的一般，我跟你讲，它其实比这个鹰上面很多羽毛很清晰的，就是比较大的。这个鹰像有个孔，有的人认为是作为船上的，就是拿在手上显示一船。对，这些器物这个很多，我今天来带的很少啊。好，我们给了一些细节，这个有意思。为什么专门呢？这是帽子没问题。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讨论，新的讨论，写了文章都发表。所以这个到底是拿了个什么东西啊？有的人认为是个鱼，是吧？这长江流域是个鱼嘛。小孩现在看这个还真是个鱼，是吧？摸鱼。刚开始的时候，有人认为是牙章啊，塞这个牙章，你看出来，说这个，所以认为是见的这讨论里面。现在看来。这个一看还是应该是个鱼，就是你看有跳舞的，有吃，就是这个鱼，他们认为也是既是现在走线的啊，这个还是很生动的，还冒着出来。也有开始有人认为是厨师在杀这个鱼，我觉得这种概念小一点，可能第一这个进献给走线古迹，这个还是比较那个一些。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刚才已经讲了，这个时期从中原到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铜器，这是个铜刀，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跟着，包括刚才讲的这种盘，这样的高柄的豆，还有小口的，刚才已经讲过，还有一块这个刀啊，我们经过检测，它是铜砷合金，砷啊，铜是我们锡铜砷，早期铜是有砷，那么就这个时候还有铜的技术，那么当时交流肯定，这个时候在我们铜牛山这个地方也有一个歇斯地，也是铜时期，这个就已经开始炼铜了，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啊，这是长江流域最早的一个人工冶炼的产业。好，再来讲钢材，为什么跟中原的日据时代羽生三苗啊，我刚才已经在讲，我的同学叫韩立业先生，他是倾向于说是打仗，我也认为，但是我觉得呢，我们要这样看文献记载啊，有这么一件事，是的，大禹说是打那个三苗，大禹呢说那个三苗不行，我们打他呀，打他怎么办呢？看到没有？说那个三苗的人怎么样呢？是吧？水之有苗，说这个苗就指三苗，是石垭河这个地方啊。说这个人什么呢？反倒败的，就是说是这个有问题，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打他，啊，是有这个说法，就是打啊。但是呢，就是说现在这个大禹就跟这个舜这个大禹说，现有苗民不服王法，以去征讨，没错，确实如此。但是呢，大禹还有一个40大会，他就是打了3个抵抗啊。就讲我说这个翻译跟大家讲啊，就是说，但是有谁呢？就是这个，就是向他谏言说你不要打，干什么呢？我们要以德服，不要以战争去打。这样的话，禹就采纳了这个意见，说我们回去了。禹班师正禹就
搬家就回去了，干什么呢？就是就是什么？他要以文德，以德服人的。这是武刚与两节，就是舞蹈是吧？然后这七行以后有苗格服，那就是这个三苗就成佛了。所以我觉得是比较亲近的，在这方面跟他微妙的有点小差异。我认为确实有这个故事，但是他确确实实通过以德服，最后三苗成佛出来，所以就是如珠然体现。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看到的是在释迦牟尼中，第一就是那个玉器的时代，这个我们通过解剖还有这么长时间很平稳的生活，而且没有。在释迦很多地方很奇怪，就是那种武器的迹象、战争迹象都很少见。那有的地方不一样，比如说山西，它有个遗址里面有砍法，这些比较血腥的场面，我们这里没有。那么就是，所以我就觉得它比较符合这个历史时期，所以我就认为这个大禹啊是应该就是这个就是那我觉得倾向于这种观点，就是禹征三苗，征是征服，不一定是战争，还有以德，也就感化的。那我想，这也是我们中国啊，特别是我们那个统一，它就是大禹来统一迁徙。你想那么的各种势力，天天去打仗，那怎么得了，是吧？那只有用这种以德，就是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精神啊。再讲一讲这个东西。这个牙璋这是二里头很火爆的。上次高阳也讲的这个问题，我们在释迦河的后段也出现这牙璋，在荆州就是我们大方是释迦河地区，这个牙璋造型就是这样的好，我们就看一个图，这是邓聪先生的一个做的一个图，大家都知道这是二里头中心，那么。这个也为代表，他认为是个礼器啊，像石卯这个陶氏刚才都讲了，就是总而言之，包括我们这个释迦河就是我们释迦河对。然后，当然这有些王家务场的这个地方，释迦河，还有这个，就是当然大家都知道的三星堆，那当然再晚一点。其实这里面还有什么？还一直到香港，到越南，这全中国，就是这个，它也不是偶然。那么，如果作为一个礼器的话，就是说应该是至少得到大家的认同吧。那我们看看，是吧？这是，就是说这一个以它为代表的礼器。当然到释迦河在内，那么这就构成了一个什么？至少这个时期，这二里头时期，它是一个多然一体，是吧？就是严先生说的叫重磅跨度，那确实中心在哪里？在中原，在二里头。那么包括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像香港越南甚至东南都在这个体系内。那我今天来的时候，我看到了，就是我们香港和我们深圳这一块，这就是比较难的地方然后我走，就在我们宝安以前整个深圳就是宝安演变出来的，但是在现在的宝安区还有个地方，就下角山遗址。这个下角山遗址距今有6000年，你知道吧？也就是说我们。宝安这个地方，在6000年的时候，就我们实际上是5900年发现的，我们就是同期了。什么？我们都已经在谱写中华文明中来一体，是吧？然后到了那个哪个时候？秦代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归在秦始皇营的这个进行了统治，对吧？对吧？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同步在发展我们最近我们的秦汉之间出现很多节，有一节很有意思我觉得今天跟这个杨文同聊天就说，我说其实有个解头他说然，
其中有一期是我们做的，其中有一个东西叫示范力，城市的示，范的范版的范版立法示范力，就是那个时候汉代人已经开始干什么？告诉你对市场进行管理。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说你在这城里面去经商啊，你也交税的，就是像摆个摊要交税的，交多少钱呢？交10斤，10斤就像当时240钱，240钱我们不知道多少钱，我就打个比方，他当时就买那个鸡呀、买10只鸡，啊，是不是？这个我觉得我知道跟杨万总说，你看我们今后要跟我们国网可以搞一些合作，我们把那个立法或者示范力啊，就是那也是早期的商业的行为啊，是吧？就是我们都是同步的发展，就是这个图其实就体现了，因为二里头实现到下，那就是中华文明基本是一个以下为中心的一个城邦化的都已经形成啊。那么这个地方你看我们珠江，包括这个香港也出了一个亚章啊，所以这个就很体现我们这个文明。所以我们现在搞中华文泰然嘛，我们通过多年的考古实证证明，我们就是一个多元一体啊，这么一个国家啊。那么应该在这个时期，也就是我们将古国到王国，王国我们大家一般的认为现在都开始进入王国时代，那么就是转型期。这个今天呢，跟大家在一起啊，就是交流了一下这个中华文泰然。因为中华文明泰然是国家文物局和推出的一个重大项目，就是一共有18个课题，有8艘文明。我们珠江流域也有，我们叫珠江流域的这个中国南岭，就是我们珠江流域就是南岭这一带的中国化的过程。其实我们通过包括福建、广东在内，我们现在热度的考古证明，确确实实是我们在中华文明发展中是同步的发展。就我刚才的衔头岭遗址是我们深圳的，刚才的下角山遗址，对吧？等等，那夏商时期更是如此。我前不久还去过一个叫福建的何家潭遗址，也是那个他们的商周时期，那好多器物的记录都一样的。我在那个，其实这个刚才说的那个，这个牙章在那个地方也有2件，所以说这个总体来讲的话呢，通过我们热度的工作，发现这个事实，就是多元一体、重磅化的，就是我觉得非常经典的开始。那么呢，我想啊，这个工作依然在进行，我们有不断的成果的发现。比如说最近的最热门的一件事情，是吧？就是4大考古发现刚刚公布，是吧？大家看到，我们有一些东西确实是，这个让我觉得很吃惊的。这个四川的一个遗址，你6万年的花椒都给发掘出来了，说那个原来四川人爱花椒爱辣椒，花椒至少是很有传统的，6万年就开始了，是吧？这其实出乎我们想象，对不对？还有这个叫什么？那个西藏是吧？他们有个遗址上面也是从5000年一直到现在，是吧？还有这个浙江呢是9000多年，9000年就这么发达的陶器，上面还有彩，然后后来就是盘龙城了，再就是周然的这个琉璃河，是吧？这些包括还有王的，是吧？后面的那就更多了，像这个博尔寺、新疆的这些很多的遗址，我们就从这些东西，我们考古就是第一，我们用考古人的基本的方法，类型学、地层学，地层学是解决早晚问题，类型学是解决这个刚才我讲气候的变化问题，同时我们借鉴了大量的科技的知识，我们刚才测量、残留物检测等等，包括还有地质学，当时水环境，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跟科技的广泛合作，让我们的考古的这个收获越来越多，因为以前我们多了一双眼睛，然后这个成果越来越可信，所以我们呢这个持续进行的中华文化工程，对于了解我们这个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承办花朵的构建来讲的话，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想随着这个后面还有更多的这个考古成果，今天好像还发布了蜀道是吧？这个就是它就是有些通过我们考古工作，我们原来以为我们已经很了解了，或者通过我们做了很多东西，发现了很多我们并不了解的一面，但是呢，我们也更揭示了中华文明坦然这个在中华文明这个优秀传统文化的这个研究传播中，应该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这个我们宝安博物馆不但主办的系列讲座，而且下面办了一个展览。那个展览我今天上午去看了，我觉得特别好。它是站在全国的角度，把文明进程几个阶段，长江、黄河都在里面。所以我想呢，从这个我们当然我们这是宏观的，还有微观的。像我刚才讲的碱的问题，刚才我讲的，今天在这里机会来推荐一下。你看我们石家河，这个大家导游过一下，感觉这个文化，这个石家河遗址，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文明中的重要地位以外，它还有一个非常有鲜明的特点，就是它的艺术，是吧？非常发达，一看就是艺术宝库嘛，是吧？有绘画的，是吧？有这个玉器的，还有这个陶塑就是雕塑系吧，我觉得应该是吧？这个雕塑，我现在分得体系的告诉他，它就是雕塑，不是随便捏出来的。其实我们还做了这个图片原来有一个人像，上面还有一个手纹，因为我觉得很奇怪，这个艺术家还蛮调皮的他怎么还有手纹？他按那个手印可能不签字，按那个手印。现在有的雕塑家也这么干。我问他们说有一雕塑家完了，他也按个手印在上面。后来我们就请了公安部的行政专家，专门把这个来鉴定一下这个手纹是个什么情况。结果很可惜，今天我忘了，那网上可以查到那个，把那个指纹给它恢复出来。这个行政专家说这个人长得是个男性，大概40-50岁，还有什么呢？还有点微胖。因为我们大家异口同声说，看到这个艺术家都是还是比较这个至少不是干活呀，是吧？就是说什么，他已经分化出来了。在石家河的地方有一堆人干什么？专门去从事艺术活动，可能就是当现在的雕塑系，对吧？当然还有美术系，对吧？等等。所以这是我们，而且你看它体现当时丰富的生活呀，有猪、鸡、狗、象，还有的舞蹈，是吧？还有鱼，看这是一个镜像特别的复杂、有繁荣。那么就是当时人生活特别的丰富多彩，也很安逸，是吧？所以我们从这个，我也借这个机会跟我的同学还是告诉他说，你看人家这个气象是很繁荣非常悠闲，是吧？所以这个是不是战争我们这个以德服人，也是我们今天依然提倡的价值理念。好，我今天跟大家汇报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